大家下午好，今天是7月14号。那么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个频道主要是通过波浪理论的结构以及形态学分析，来找到当前大家所提供的这些品种的一些市场机会。同时它如果结构形态清晰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提前预判，找到上方它所处的这个风险区处在哪里。那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大家也可以通过 B 站的频道可以看到，我们将各个品种大类分别做了合集，当中你也可以寻找到你感兴趣的这些品种。那同时要告诉大家的是，由于 B 站的审核规则，我们并不是把所有的品种都放在了这个 B 站上做展示，更多的视频我们是放在社群和会员群里面公布的。所以如果你有其他想问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来了解这个会员权益和会员资格。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视频的一个主题。这次要说的是美股的 LFMD， 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粉丝约稿。那首先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月线图，这只股票上市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是从1988年至今。那在这37年的时间里，这只美股出现了2次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行情这是第一次。那么从19年这是出现了第2次，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震荡筑底为主，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趋势性和波动性的一个行情。但是在最近的这一次23年的3月份开始，这个低点是出现在 1.14， 从 1.14 开始向上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反弹上行反弹上行。这里为什么我没有说它是一个推动浪而只是说一个反弹上行？如果是一个推动浪，那么在第2波上涨走势，也就是第3浪的幅度上，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上涨幅度空间，来区别于它和1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这里是第3浪的话，那第3浪的涨幅应该是明显大于1浪的一个涨幅。所以这里我们现在仅只能看作它是一个反弹，因为3浪和1浪的一个上涨幅度达成的上涨的3浪和1浪的幅度比例没有达成一个预期。那这次反弹截止到目前最高点是在 15.84。 那这里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最近的这次反弹上行，它达成的整体的一个预期和之前下跌幅度的一个对比。可以看到，如果当前的走势我们认定它是一个反弹的话，那么其实它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关键的压力区域了，也就是 0.32 到 0.5 这个区域这是属于月线级别的一个压力区域，月线压力 3.45 到 17.21 这个区域。但是目前来看有没有走完我们还不确定，一会儿我们要通过更小周期的结构来分析一下。那这里我们要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去看一看。周线图的走势从 1.14 第一次的上涨是涨到了 12.88， 在这一轮的上涨走势里面出现了一次非常明显的这个所谓的锯齿形的一个535结构。那这一波结构它是已经结束了。那从 12.88 又出现了中长期的一个回落走势，而且回调的幅度非常大，低点出现在 3.99。那下来我们要通过黄金分割来看一下此次回撤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临近了 0.764 76.4% 这样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所以此处的支撑是有效果的。这一次调整从结构上来说，它应该是属于走出了一个一波流的形态，并没有特别区别于第一波反弹上行一个3波结构，所以这里是一个一波流的一个结构就完成了。下来我们具体要来看一看是 3.99 开始的这一次上涨，它整体结构应该跟第一次非常类似应该也是一个3波的一个形态。如果以这样的形态展示的话，那前期的第一次走势它应该是一个所谓的 W 调整向下，它是一个 X。 当前我们处于这个 Y 浪当中，如果继续细分，我们是处于这个 Y3 当中Y1 Y2 Y3。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剖析一下这个 Y 浪当中运行在哪一个结构当中了。这里我们要将时间继续调整到更小周期的日线图。刚才所说了，这里是它运行的一个 Y1， 短期的一个回撤走了一个 Y2，
那目前有可能就是处于这个 Y3 当中，Y3 当中。但是这里我们要参考一下 W 浪的内部一个子浪的一个结构，那就是说这个 Y 浪3啊，它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五波形态Y1、Y2、Y3。如果这里3出现一个子浪的五波形态的话，那么这里就是子浪1、子浪2、子浪3，目前可能是处于子浪4当中，后期还会出现一个子浪5。这一段走势我们整体用紫色段表示，整体代表一个 Y3、子浪1、浪2、浪3、浪4以及最后一个浪5，来完成日线级别的这个 Y 浪3的整体上涨走势。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通过黄金分割找到这个子浪3涨完以后，子浪4向下回撤的这一个幅度比例关系。由于整体预期我们看它是反弹，所以相对来说它当中的次级别调整的回撤幅度一般来看都会比较超预期。那么目前来看，那下方的支撑大致是位于 11.20 到 10.20 这一块钱，这就是目前我们通过结构能找到的最近的日线支撑所在。也就是说，如果子浪4后期在 11.20 到 10.20 此区域结束，同时出现底分星、十字星，那么可能后期还存在一个子浪5的再次上涨。那么这个子浪5可能会瞄准之前的这个反弹高点 15.86 就去了。这是目前支撑看涨做多的唯一的一个结构形态分析。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种预期。第二种预期我们还要延续当前的这个大结构。如果这里边是所认定的 WXY 已经走完，那么后期整体走势它会针对这个三波反弹展开一个中长期的回撤调整。那届时所呈现的这个结构呀，包括所需要的时间跨度呀，就会非常的大。那可能到时候又是出现一个所谓的 A、B、C 回撤到 0.764 一线，就是要回到 4.60 这是一个第二种预期的周线级别支撑。届时后期至少有一个阶段或者是2-3年时间里，这支票都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因为它处于周线级别的回撤，而且通过之前从 1.14 运行到 15.84 整体所需要的一个时间跨度，这边下来的这个黑色段三波调整，它所需要的时间跨度虽然会少于之前，但是依然是长时间的一个调整。那么通过以上的结构梳理，我们得出了两种结论那再切换回我们的日线图，通过刚才的这一系列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日线支撑 11.20 到 11.20 到 10.20 这个区域就是中长期的一个多空分水岭，此位置没有实质性跌破，那么中短期走势还存在最后一个子浪5的上涨子浪5的上涨，而且相对来说它的上涨幅度空间还比较大，从 11.26 能看到 15.86 上方的新高，那这个幅度大致是有 40% 左右。所以近期大家重点是要关注这个位置，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多头的一个最后一次机会。但是此处一旦跌破，不管你任何位置持有的仓位，我的建议都是减仓清掉仓位，因为后期整体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多头走势、多头预期走势来说的话，已经没有任何可参与的机会了。当然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我如果从周线图整体走势来看，我个人还是偏向于第一种预期，也就是说后期整体这个三波反弹走势它还缺少一个新高的一个出现。对于大周期的整体的黄金分割，那么划分一下的话，可以看到如果突破前高 15.86 的话，那上方最近的一个压力目标位于 17.10， 这就是周线的压力目标，也就是所谓的刚才所说的日线紫色段最后一个子浪5的一个上行目标。那么近期对于这支票，我的建议就是大家继续观察一下它能否在这个 11.20 到 10.20 出现这样一个结构性走势，出现不了了，那这个做多计划或者看涨方案就要完全放弃掉刚才也说了，后期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机会了。好，这就是本期视频咱们关于这个美股 LFMD 的一个整体波浪结构形态分析。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